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啊？你在干什么？我在耍流氓是不是？你是不是在耍流氓？我全程全部都给你拍下来的哈。我没有耍流氓，我的腿有点痒，我只是挠一下痒痒。我全部都给你拍下来了，你现在还不承认吗？啊？你信不信我给你发小蓝书上？哥哥，我真的没有耍流氓，你说嘛，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肯放过我？你现在马上必须给我写一个道歉信，要不然我今天不会放过你。道歉吧，你要是男孩子也不容易。对啊，已经对别人造成骚扰了。你的行为已经对我造成骚扰了。可以吧？那我马上就给你写。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昨天我们发布了一期节目，在视频里呢，由正反两方的律师来对武汉大学性骚扰这个事情进行了一个阐述他们的观点，可以说他们完全站在了互相的对立面上。然后有网友留言说，那大王、小汪，你们的观点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对于事件了解的特别清楚的朋友，可以跳过这部分，直接看第二部分我的观点分析。但是呢，如果对这个事件可能只是大略知道的话，我建议还是可以详细看一下，因为这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节可以作为你评判的一些标准。2023年7月11号的晚上6点30分，武汉大学文理学院的图书馆里面，当时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2022级的本科生肖某和同校的女研究生杨某在图书馆自习区对向而坐。杨某在自习过程中就注意到这肖某呢有异常的举动，认为肖某对着他进行自慰，随后就开始从桌下拍视频取证。在接下来的1个多小时里面，这杨某一共拍摄了5段视频，共计约4分50秒。他声称在视频中就看到肖某隔着裤子摩擦下体，动作持续不断，而且非常明显。随后这杨某和肖某就对峙了，对峙的过程中，肖某就按照杨某的要求写了道歉信。杨某呢对全程又进行了录音。这道歉信有2封，最初的道歉信中内容是拍了姐姐侵犯隐私权，后来在杨某的要求下就改为在图书馆2层自习区对姐姐做了下流的事，让姐姐感到恶心，是我一时冲动犯下错误，是我的过错。事发之后这杨某就多次联系校方维权。根据网络消息，杨某就表示说，学校多部门经过调查之后不认可性骚扰，但是他表示他不信任这个男生所在的外院能够公平公正的处理，认为肖某家里不缺钱，武汉本地人有权有势。于是在2023年11月11日的下午，杨某就以第一人称发帖举报这件事儿。当时瞬间就引爆了网络，冲上了热搜。我当时还真没留意到这件事儿，我是这一次就是最近2天，这个舆论实在是太大了，我才注意到这件事儿。在这个网络帖子发布之前，杨某在事发当天和肖某的辅导员就联系，2天之后呢，就当面找到辅导员，要求这个肖某要重新诚恳书面道歉，取消他的一切评优和保研资格。可见他对肖某的行为是深恶痛绝，就一定要狠狠的整治。就在交涉过程中呢，他还做了录音。此后因为又是暑假，所以他和辅导员就保持邮件进行联系在10月7号的时候，这辅导员就告诉他说，学院需要进一步的调查，男方这个肖某家长呢，希望能够进行当面解决。在10月9号的时候，杨某就和辅导员单独见面了，这辅导员就再次转达了这个男方的家长希望见面，然后还可以提供资金的补偿。因为这个事件涉及2个学院，所以就希望女生所在的这个学院的老师也能出面进行沟通。男生所在这个院系呢，就没有办法单独对这个行为进行定性，还需要第三方，比如这个保卫部介入。这个女生杨某后来说她出于同学的情谊，她没有报警，她将这个视频和道歉信交给了这个辅导员。但是这个男生所在的院系他就自行调取了现场的图书馆的现场监控认为没有办法证明这是一个性骚扰。在10月10号的时候，辅导员就邮件告诉他说学院对肖某的行为定性是存疑的，分管领导希望见面来确认事实，沟通诉求。这个女生杨某就说，那上述这个要求就会造成自己的信息被公开而肖某家里因为又不缺钱，又是武汉的本地人，有权有势，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不言而喻，就意思就是他可能会受到一些人身威胁他就不相信这个外院能够公平公开公正的处理，于是他就将这件事儿到网上公开了。辅导员后来的证言表示说女生杨某当面沟通的时候，还要求这个肖某和他的父母向他当面道歉，
后来又邮件告知说不想和家长见面了，就要求肖某重新写道歉信。其实你看他是法律系的嘛，他反复要求这个道歉信，就是要进一步获取直接的证据，然后还要这个肖某和父母要一起签字来转交给他。杨某呢就说啊，这个报警后呢，肖某会被拘留，所以呢他想网开一面就没报警。杨某还曾经咨询过这个律师和警察，又因为呢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所以法律上就难以处理肖某。所以这杨某啊在网上就进行举报。在女生杨某把这些信息发布到网上的当天的晚上，肖母就带着肖某啊前往这个派出所报警，就说啊这个杨某诽谤，要求警方调查清楚肖某是否有性骚扰，要还他清白。在网帖发布的当天，武汉大学就成立了工作调查组。在13号的晚上，那学校官网就发布了通报，说啊，针对这个举报的调查，根据相关规定，给予了2022级本科生肖某记过处分。因为这个通报没有披露事情的经过和肖某的具体行为所以这个肖某的家属就向学校提出了质疑。在4天以后，武大就下发了一个红头文件的处罚决定，其中有一句说是肖某在图书馆北门走廊存在不雅行为。肖母就称针对这份处罚决定，他曾经向武汉大学提出申诉，并且附上了这个肖某皮炎相关病例的资料。而杨某那边，他的帖子里就公布了2封道歉信和5段视频。杨某发帖质疑肖某有权有势干预武汉大学的调查，网友就臆想出什么官二代富二代性骚扰女大学生的故事导致这肖某就被网民开活了，全家遭遇了严重的这个网暴。肖某的母亲说这肖某的照片就被 PS 成花圈遗像被骂是畜生，被造谣说走后门保送的武大，说他爷爷是国企的高管，说父亲是副区长，动用了不正当关系阻止事件的调查要给封口费，要收买这个杨某等等那实际上他们家的家人是这个不是，就是普通家庭。实际上他的爷爷以前是一个汽车公司的中层，然后已经退休20多年了。那个被点名的副区长跟他们家还没啥关系，他还在网上公开了家庭成员的这信息来进行辟谣就那段时间，恨不得全武汉的肖姓官员都想自证清白，说我跟他们家没关系。在之后的校园生活中，肖某也被同学孤立谩骂，被精神卫生医院确诊创伤后应激障碍，因为这个风险又比较高，被医生建议要收治入院。据说肖某的爷爷就因为曾经看到网友的谩骂，就当场晕倒，然后后来半年之后就去世了。2024年的2月，这个涉事的男生肖某的母亲首次公开发声澄清这个真相，说不是什么打飞机，更不存在性骚扰，说他的孩子呢从小就患有特应性皮炎。当天呢正好赶上这个天热，腿上呢湿疹复发，于是他就隔着衣服在那儿抓痒。那这些年呢，医院都有这个相关的病例存在。然后这男生肖某的律师还组织了同济医院、协和医院、泌尿外科和男科的五名专家针对这个杨某拍摄的5段视频中的这个行为进行论证。论证的意见就认为，事发现场是预约制图书馆，男生没有针对特定女生的企图，而自慰呢需要幻想对象事发数小时内，那双方没有交流，男生对女生呢也没有眼神或者身体的接触交流，以及强迫对方做一些什么配合的行为。男生行为呢又不是常用手，就这男生他是右撇子，并没有使用的是右手而是左手。那针对他的动作、节奏、长时间间断等等特征就不符合自我安慰的特征。男生的这个阴囊处呢又有皮肤病，会无意识的进行挠痒，而且非常关键的注意非常关键的就是视频中女生离开时，这个男生也有这个挠痒的动作。所以最后这5名专家认为视频中的行为不构成这个自我安慰行为。那肖母呢也提供了2020年之后和医护人员、药店有人询问湿疹治疗的这个相关聊天记录，就证明他确实是有湿疹的。事发当天中午呢，他还曾经委托来做客的友人顺便到药店买那种叫艾宁达的药膏，这个药膏就是治疗湿疹的。这个肖某的父亲向不同的医生也咨询过，就发过这个肖某的隐私部位的照片，说肖某的这个下体老是痒，都快挠破了，就询问过是否要替换这个艾宁达这种药膏，有没有更好的。可我听到这儿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如果这个男生因为他一直长期有湿疹嘛，那在这个女生当场质问他的时候，他完全就不应该承认说自己在做一些这种就是自慰的行为，他完全就可以说，我这就是皮炎或者我就是痒我跟你根本没关系我都没有留意到对面坐的是谁，他完全可以非常理直气壮
能这么说，对吧？为什么当时他没有提出来这一点，而让这个女生就是说啊，你是在做一些不雅行为，然后这个男生也承认了呢，而且也去写这个道歉信。对，就是我很奇怪，第一，他为什么没有直接当场提出来？第二点呢，就是刚才你说到的嘛，那个细节就是肖某的母亲开始在跟这个女生进行第一次沟通的时候，还提出来用金钱私了。为什么他妈妈当时也没有提出来这点？就是说啊，我儿子因为长期有这个湿疹，不可能是这个行为，啪就直接把聊天记录，还有把那些医生看病的记录晒出来，不就完了吗？为什么当时还要提出来用金钱私了？我就觉得，我后面会详细讲这个道歉信当时男生这个心态哈，然后我就简单的先一句话说哈，就是说这个男生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妈宝男，他没有这个经验和勇气去面对一个女生非常强势的，而且又拿着视频来指责他的一个质问哈，后面我会详细分析。然后关于这个他母亲是否第一次也提出用金钱来私了这个事情啊，因为没有更多的信息披露，我们也不准确，只是网上有信息披露说啊提出过来进行金钱的补偿哈。那具体细节是怎样，没有更多的信息。那也许是当时啊这个肖某这一方，包括他的母亲，就是想非常简单的说把这个事儿赶紧了算了，不要有任何的记过处分啊等等其他东西，就想了这件事儿啊，这是很多中国人的一个心理嘛。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哈，就因为他曾经提出过金钱补偿，就一定是因为心虚哈。这后面我都会进一步详细的分析哈。那在这个休学期间啊，这个肖某还曾经委托室友来查看这个宿舍里的药膏是否过期，所以这些证据都指向这个肖某他确实有这个皮肤瘙痒的这个问题，而且长期的这个就医的经历啊。而同学这拍来的药膏照片呢，和此前这个微信问诊中的艾宁达也是相同。所以在2024年的2月啊，这个肖某隔着裤子挠痒这个说法被报道之后，有网友啊对肖某这个病例还提出过质疑，说他们提供的这个病例这个证据啊，大部分是事后之后的这个病例。对，我也看到这种说法了，就是说他如果长期有的话，应该提供前几年的嘛，这样更有说服力。然后说仅有的一份事发前的病例呢，患者名字是肖某，还不是肖某本人。而且这个病历上写的这个病因是双眼周期疹伴随半年，被诊断为过敏性皮炎。还有网友就提出啊，这其中提及的药膏是处方药，是不可能随意购买的，所以你在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里问这个好像不对呀。那肖某呢就解释说啊，这个肖某皮炎会在脸部和前胸后背发作，裆部呢在热的情况下会更严重。那肖某在皮炎治疗呢已经有10几年了，以前就因为他直接联系熟悉的医生药店就可以直接买这个艾宁达，所以不需要提供这个病历和处方。直到2024年的4月底啊，微信联系熟悉的药店买药，才被告知现在是需要处方了。肖某的母亲又说哈，这个网友质疑的那份事前的那份病历名字确实是他自己的，是他的哈，不是肖某的。但后边那个备注了年龄写了是18岁，就诊人实际上就是肖某。当时呢挂皮肤科的话，因为这个性传播疾病也划在这个门诊，他担心呢他的孩子留下不好的就诊记录，所以就用他的名字，就是为了避嫌哈。所以最后那份留着肖某母亲的病历呢，也没有被法院作为判决的依据啊。肖某的母亲就说啊，事发当天，这肖某是因为参加完那个志愿者活动之后，为了躲避这个出行的晚高峰，所以就临时用手机预约座位到这个图书馆的。他是系统派位坐到杨某面前的，不是故意选择坐到杨某的面前。而监控中呢，其他的桌子都有人，他就随便坐一张桌子，都会与其他人面对嘛，所以他就坐到了这个预约的这个位置上。关于为什么肖某写下这2份道歉信，当时的心态是什么？肖某呢是这么解释的。男生的肖某母亲就说，肖某当时从图书馆出来之后，在学校的路上，他就被杨某拦下了，说他做了这个恶心的事儿。如果道歉的话呢，就算了，否则呀，就要把拍到的这个视频给周围的人看。这肖某说，他当时并不知道女生指控的是什么事儿啊。认为恶心的事儿呢就是偷拍，所以他第一份道歉信就写了拍了姐姐。被女生检查手机之后发现，并没有拍摄的内容，所以后续又改为做了下流的事儿。肖某的母亲呢就提供了一张视频的截图哈，截图的生成时间是事发当天19点28分，内容是一名法考名师的讲座。这肖某的母亲说啊，杨某指控的这个时间段内，肖某正在观看法考的辅导视频，而且他当时截取了一个图片作为备忘录。就是一个男生，他一边看这个法考的视频，然后一边又截图了重要的内容哈，那一边又偷瞄搭讪或者幻想女同学，另一只手还要做一些下流的行为，还要在人来人往中不被发现。这肖某的母亲说啊，他就不相信这样的事儿啊会发生。
那我认为啊，这个肖某的母亲提供呢，确实也算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证明肖某当时他其实是在学习，是在看视频的。在2024年的6月，杨某就起诉了肖某，指控啊他在公共场所违背女方意志，持续摩擦下体，应该被认定为性骚扰，要求啊他在省级或者以上的报纸连续书面道歉15天，并支付精神慰问金5000元。2025年7月25号，这个备受关注的武汉大学图书馆性骚扰事件。一审终于判决了，法院经过审理就认为啊，就没有办法认定肖某针对特定的对象实施性骚扰，驳回了女生杨某的这个指控。在这个判决生效之后啊，肖某方面就对这个网络平台上的举报帖导致肖某遭遇了这个网暴和精神创伤，委托律师对相关方的这个侵权提起了民事诉讼，现在已经在法院立案了。在判决生效之后的2天，也就是7月27日，杨某这个女生杨某就发帖说她通过了法考。成功又保研了，并且嘲讽这个肖同学保研应该会很困难吧？这些言论啊，就再次引爆了全网的争议。有网友就向香港浸会大学举报了杨某哈，尽管这个司法判决还以清白，这个杨某他仍旧宣称他不会道歉，因为他没有错哈，并且炫耀保研成功，继续读博。这个行为就引发了社会伦理的和舆论的冲击，公众质疑他的道德底线。随后啊，杨某的硕士论文也被拎出来一顿拷问哈，就有人就质疑他说他的论文里面存在严重的问题啊，包括错误扎堆儿，又有人说啊，这有可能是涉嫌一些 AI 代写的一些可能学术造假的一些质疑。其中最严重的一个错误就是论文中虚构了离婚法这样一个不存在的法律。是啊，就是关于这个杨同学的论文这一事儿哈，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网友已经扒出来了，而且现在中国的这个知网就是可以下载所有硕士生还有博士生他们论文的这么一个网站，这个杨某他的论文已经是排在了下载次数最多的这个排行榜首，就是大家都在看他的论文。对，当时就是前几个月之前的这个协和4+4董希莹的论文，当时也是迅速的被推上来了，很多人下载。当然过了几天，他就从知网下架了哈。现在这个杨同学的论文呢，在知网上还是可以随时下载的。那这几天这个事情为什么突然一下又登上了微博热搜的榜首呢？其实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杨同学他自己发布的这个帖子哈，引发了大家舆论的这样的一个沸腾和怒火吧。可以说肖某和杨同学他们自己都经历了舆论的2极分化。大概这个事情哈，在2年前的时候，可能大部分网友肯定是超过一半的还是在女生这一方，就觉得这个男生确实是做了不雅的行为，所以攻击这个男生嘛。包括像你刚才说的，怎么还 P 这个花圈的图啊给这个男生啊，然后去网暴这个男生。那为什么现在舆论就是反转了，就更多的人反而开始有点是攻击这个女生了呢？或者说这个女生做的不对呢？就是因为这个女生这个帖子好，大家自己看，他就说啊，你看我已经毕业了，我现在也去读博了，拿到了香港浸会大学的 offer， 而你呢，肖同学呢，就大家就觉得他有点太，哪怕你有道理，曾经有道理，你也有点得理不饶人，就是没有必要因为一件事儿就彻底把另外一个人的人生给毁了。就是而且关键是另外一个人现在法院已经判决他没有做那样的行为，这是法院的判决嘛，也是，而且这个肖某他又不是有权有势能左右法院的，对不对？他就是一个比较公正的，又经过第三方，包括有5名这个医院方面的专业人士来进行的一个判断。所以这样的得理不饶人，就让舆论和公众确实感觉非常不舒服。对，所以这个事儿才迅速的引爆了这个大家的怒火，登上了这个微博热搜，而且一度成为了榜首。目前啊，这个肖某的家属已经对学校的处分提出申诉要求撤回哈。那武汉大学的校长呢回应称正在处理，就前几天回应的时候说何时公布结果呢需要等到上级的安排。大家听听这句话，武汉大学的校长说这件事情怎么公布怎么处理还要等待上级的安排，是不是有点无奈又可笑？我也看到有网友的评论说堂堂一个武汉大学的校长，中国知名的是吧100年的学府，这么著名的大学，怎么样处理一个事情他自己还做不了主，还要等待上级安排，说明了啥呢？这校长你这么写不是第一摆明了我不敢担责了，我怕我到时候又处理不好，你们大家又怪我，或者上级又责怪我，或者网友又来炮轰我，所以我就不处理了。我也不在乎这个事情的公正与否，我也不管到底是这个女生说的对还是说这个男生说的对，反正我就等待上级安排吧，上级安排我咋说我就咋说。其实你看武汉大学校长这个职位已经非常之高了，而且你看一个大学的校长，他应该既有风骨，然后又有独立思考能力。
但现在就感觉好像怎么让上级那么忙碌呢？把什么工作都交给上级，让上级来做决策。所以这个表态就再一次引发了一个舆论的热议。好在就在8月1号的星期五，武汉大学已经表态了，已经组建了工作专班，正在对肖某这个纪律处分和杨某的学位论文等等进行全面的调查复核。以上内容就是截止目前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的详细经过。其中杨某和肖某的写道歉信的时候那份录音在我上一期的节目中有完整版，有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可以说这个事件的核心就是肖某到底是在抓痒还是在自卫，这个定性决定了整个事件的性质，决定了杨某和肖某到底谁是冤枉的，谁是受害者。整个事件的核心逻辑就在于这个关键点。目前的主流意见是，根据法院的判决以及肖某的病例，毫无疑问肖某是冤枉的，而肖某和他的家人又因为这件事引发了网络风暴，导致了肖某家庭遭受了重创。相比之下，杨某在社交平台上的各种行为和言语引发了公众的反感，这让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肖某。但是网上也有一些声音在分析了这个视频录音和道歉信之后，认为肖某确实可能是在自卫，仿佛听起来好像这些话也并非毫无道理。大家有兴趣可以听一下我昨天节目中作为正方的一位律师的观点。今天我就来详细分析阐述一下我的观点。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他做的这个动作就这个视频放出来之后，被大家仔细观看和研究之后，很多人觉得这确实有点可疑因为这动作看起来确实就像那个自我安慰的行为。客观说，如果我不知道他有湿疹的话、皮炎的话，我会认为这个动作也会非常可疑。而且你看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他用的是左手，他没有用常用的这个右手。医生呢就把这个作为他不是自卫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说肖某没有用常用的右手，因为一般来讲右手是人们习惯使用的这只手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太细节了。但是你看还有一种可能性，就可能医生没有考虑到的，就是因为这个右手那边是过道左手呢就更为隐蔽，所以有人就质疑说他用左手就是为了掩盖这种行为。那既然要掩盖这个行为，就意味着他自己也认为这个行为可能不太妥当嘛，所以就有人认为应该是在自我安慰。但是这些人就忽略了一点，就抓痒抓裆部，它本身它就是一个不雅行为，不管是挠痒也好或者干什么也好，那正常人呢都会下意识的去隐蔽这种行为，所以他用更隐蔽的这个左手去抓裆部这个痒，其实是不难理解的。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就是有人质疑这个痒会痒到持续不断做动作2个小时吗？韩寒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求医》，这篇文章我看过可以说文笔是非常之好的，描绘的细致入微让读者看完之后都会浑身发痒，以至于方舟子就拿这篇文章作为主要的依据来质疑怀疑这是韩寒他爸爸代笔写的。因为他的父亲曾经患过这种症状，有过亲身经历的人才能写得这么细致入微。就我查了一下，这个湿疹的痒，就是一般它会比脚气更加剧烈，而且控制起来更难。这湿疹的痒通常是持续性的，1天24小时呢都会在发作。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痒，非常痒，要痒到抓破、抓出血、抓出渗液都不想停下来。所以这就非常符合这个肖某当时这个表现。就不说这个比脚气还要弱一点的这个湿疹了，就得过脚气的人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大概你都会感觉这个脚气有时候也会非常痒，尤其是在晚上，那种痒就是让人抓到停不下来。所以你看他2个小时不停抓痒这个事情，就是本身我就认为90%以上的概率它就是湿疹引发的这个抓痒行为。我昨天那期节目的评论区有一位朋友还问说那如果肖某真的痒得厉害，为什么不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自己去处理一下，上点药或者抓一抓，而是坐在自习室里去抓痒呢？问题其实也很好回答，就像你有脚气，你不可能因为你有脚气你不去上课不去上自习吧，顶多是在痒的时候把鞋可能脱了然后自己蹭一蹭，就是你不会因噎废食而且他这个湿疹据他妈妈讲已经有10几年了，他已经要必须适应和湿疹共存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有通过日常随时抓痒的这个方式来缓解，所以就不难理解他在图书馆里会有这种抓痒的行为那关于他出具的几份诊断报告中，为什么第一份报告是他母亲的名字而不是肖某的名字？这是不是欲盖弥彰？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就是因为这个肖某的母亲担心这个就诊的科室，因为平时也看性病嘛，所以就担心这份病历会对肖某不利，所以他用自己的名字挂号。另外，其实也有一些人，他是为了报销更方便，所以就用别人的名字来挂号取药。总之肖某的母亲出具了一份不在肖某名下的病历，其实反而恰恰说明这份病历反而它可能真实性的可能性更高。
再来看看那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杨某手中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为什么这个肖某他要手写一份道歉信呢？然后在这个录音中语气为什么又那么卑微，然后口头也承认是他自己的过错呢？就大概率啊，核心就是他是妈宝男，而且还是一个涉世未深啊，性格比较懦弱的妈宝男。而且你可以在录音中听出来，他非常非常在意家人和母亲的对他的意见和想法。你看他一再恳求说，你看他其实不想让他的母亲为他担忧之类的这样的话哈。昨天那个视频的录音确实能感觉出来，就这个男生面对这个女生毫无还手之力。而且你发现没有，这个毫无还口之力，其实并不完全是因为他好像心虚导致的。就算你看一个人啊，如果真正一个恶人或者一个猥琐的人，他做了不好的事情，他完全也会什么理直气壮或过顾左右而言。如果这个人社会经验丰富或者性格比较强势，他大概率也不会这样认怂认错的。所以他在那段录音中那种卑微和认错的这种语气啊，其实就是他性格的一种体现。然后你看看这个事件从始至终啊，几乎都是这个杨某这个女大学生，她和这个肖某的母亲，他们两个人在对线。这个肖某本人几乎就是隐形的，他既没有处理这种事情的这个经验，也缺乏勇气，所以他这个特点从始至终都是有所体现。所以你想想，在一个师姐那么严厉的质问之下，他可能一开始是有点懵的，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又不知道怎么回事，甚至在一开始写道歉信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那后面呢，也是顺着这位强势的学姐的话啊，说自己犯了错。就大家不要觉得一个武汉大学的这么一个也是名牌大学的学生，怎么在这种事上处理就这么低质呢？相比之下，大家觉得哈，你看这位女研究生杨某，她就非常强势啊，而且知道要尽快的去现场去取得更多的证据，不仅先录像，而且要希望立刻拿到对方手写的道歉信作为更有力的证据，然后在获取过程中呢，还要进一步的录音，说话的时候呢，也感觉是在引导对方说出啊，他犯了错误啊，可以说是步步为营。但反观你看这个肖某，他作为一个大一的学生，其实你看他心智方面，其实跟高中生没有本质区别，他其实就是刚刚从高三毕业1年多。大家想想，高三的学生是一种什么状态？那就是以拼高考、拼学习的那种状态，两耳不闻窗外事。如果在一些有条件的家庭里还好一些，家长可能耳濡目染，就会引导这个孩子从小就为人处事、情商的培养。但是对于小镇做题家来说，只有学习是第一位的，其他的一概不谈。那他作为一个刚从高三毕业1年多啊，心智又不成熟的这么男生，对于这样的质疑，还有录像，那又慌又怂是非常可以理解的。我就记得我大学同学就和他说过哈，他说他大一的时候，就连去学校的邮局办件事儿，去取个包裹，他都会脸红心跳紧张，而且他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大3。因为男生呢，他普遍心理年龄这个成熟会比较慢，也比较晚，再加上一些特殊的这个高考的环境啊，所以这样的人虽然不能说是非常普遍，但绝对不会少。所以这样的一个男生，他在特定的情景之下写出这样的道歉信，而且呢，他当时就以为这个杨某在拿到这样的道歉信之后，就不会再追着他，不会再质疑他，不会再向学校去什么出示录像之类的行为。所以说，他就想通过这个方式啊，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就不难理解了哈。他就压根儿没有想到杨某会把这个作为关键的证据去向学校投诉他。如果他能想到这一层的话，我觉得他就算再傻，他再妈宝男，他也不会去写这样的道歉信的。那我从女生的角度说一下我的观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哈，它毕竟是在一个图书馆，而且这个图书馆哈，就是我们上一期视频大家看那个封面，我就是用了这个图书馆，而且上面的那个截图啊，就是当时的现场录像。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书馆，首先这个走廊是比较空旷的，非常空旷，然后其他的桌子上也都有人，我就感觉不太会在一个公众的场合，大白天光天化日的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如果男生真的要做这样的事儿，是吧？那你就在宿舍看小视频自己做得了，那没必要跑到图书馆啊，而且又有摄像头，还有监控，然后万一被周围的同学看见了或者认出来了，你说现在自媒体那么发达，随便给你拍了放到抖音上，你被扒出来，那你不就社会性死亡吗？对，那除非他是一个超级变态，就要追求这种刺激，但是这种概率太低了。就像我刚才说，他各种低概率的相乘之下，那他总体上他去做这样的事的总体的概率就极低了。对，就不太会在一个公众场合做这样的事儿。而且我觉得男生面对，如果说是
只要不是性变态哈，就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坐在他对面，他可能也还觉得挺高兴的。你像我自己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有的时候去图书馆上自习，当然我们那个时候不是预约制哈，就是到了自己随便选座位。我确实有的时候上午在那上自习，然后就把包放那占一个座嘛，中午出去吃饭，下午可能还会回来，然后我真的会经常收到各种小纸条，比方说啊你好可爱，然后我可以认识你吗？可以做朋友吗？反正我看到那种小纸条，我也不会觉得对面那个男生恶心啊什么，就反而觉得哎，确实你被人欣赏或者被人喜欢，你也会自己也会挺高兴的。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男生吧，就是尤其也是上了名校的这种男生，就是不太会去真的去做那种特别猥琐的事情。对，我觉得你说这点挺关键的，就是说你看到一个很漂亮很可爱的女孩子哈，你不会说在图书馆这样一个场合你对她你去做那样的动作，你可能只会心跳加快，然后你会对写个小卡片，或者说买点小零食放在她的座位上，这是一个会紧张，但是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男生的行为。没错。接下来我们再从杨某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个事件哈，就是杨某当时认定肖某是在对他性骚扰，他这种判断算是偏激吗？先说我的看法，我认为也不算偏激。就首先在事件发生的当时杨某他一定是100%认定这个肖某是在做那种自慰的事情，因为他当时掌握的信息是有限的。没有任何人告诉他这个男生患有这种瘙痒症。客观来说，就如果我也不知道这个肖某这个男生有这个情况，那也根本就不会去往抓痒这个方向去想的。我相信90%的人都会看到肖某这个举止，也会认为这不太正常啊，好像确实不是在做什么正经事儿。所以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这个杨某这个女生她心理上肯定就100%认定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认为这让他感到非常的极度的不适，他就要惩治这个所谓的猥琐男。他可能认为这个作为法律系的学生，或者作为一个独立女性哈，他又掌握了第一手的证据，他去做斗争，他反而可能会自己觉得为自己感到自豪。客观说，如果这个事儿就是一个真正的性骚扰，那他这种心理还是挺值得赞扬的哈，也是非常勇敢的。你看，其实在职场和公众场合中确实存在一些真实的猥琐的行为，而面对这些行为的时候，很多人因为职场的压力、顾虑和害怕等等心理是不敢发声的。对你说的这个杨同学哈，我刚刚又想起来一件事情，这个事儿我之前都没有跟你说过。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呢，大学我们那会儿毕业了，大家不是一般都会聚餐嘛，就是毕业那几天你还在大学里的时候，回来可能办一些手续啊。然后我们班聚餐的时候呢，中途我出去上厕所，然后可能遇见我们学校其他的系吧，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哪个系到底哪个班，然后就突然有个男生叫住我的名字，然后走过来捏了我胳膊一下，然后迅速就走掉了。我当时就愣在原地啊，风中凌，也就我们在那个饭店里面，但是就有点像风中凌乱的感觉。谁呀？拳头硬了啊！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是哪个系的。但是我分析那个男生是一个什么心理啊？就是他可能也不一定有多大的恶意，然后你说这个事儿上升到性骚扰嘛，可能也不一定上升到。但是确实，我作为当事人，就真的会觉得挺不爽的。就是你干嘛一个陌生人突然过来捏我一下，对吧？他可能会觉得，这个女孩挺漂亮，大学4年我都没有机会认识她，没有机会跟她说话。我现在毕业了，我正好吃饭遇见了，我就过来赶紧叫你一下，我再捏一下，我还觉得自己挺爽的。回去再跟宿舍的哥们儿可能吹个牛啊什么类似于这样的。但是我作为当事人确实就觉得真的挺不舒服的。然后他们系呢当时在那吃饭，应该我们这种毕业就是聚餐嘛，辅导员也会参加。如果说我非要较真儿，我完全可以走过去，然后让他们辅导员问一下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让他当场给我道歉。但是当时呢这个事儿，一个是我也小，那会儿才大4，第二个呢毕竟就是只是捏了一下胳膊嘛，反正就不了了之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就是说回到杨同学这个事儿哈，我就突然想到我自己这么一个经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就即使这个肖同学他真的干了自慰的事情，我认为杨同学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这么就是把这个人的人生给毁掉。虽然我刚刚赞同你说的，就是勇敢发声，这个是对的，但是哈，肖同学这个事情，他毕竟跟那种什么职场性骚扰，或者说我们有的时候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地铁里的那些性骚扰案件，或者男的就紧紧贴着女的，是吧，挨着女的呀，然后摸呀或者蹭，还不太一样。因为这个肖同学他毕竟坐在对面嘛，然后衣服也都是完好的，没有任何暴露，没有任何肢体的接触即使他真的在那儿有一点那样的行为，那女生你觉得不爽，你可以完全走开。
比方说像我自己当时行为，我也就直接走了，这是大部分正常的女生我们会干的事情。我们觉得不爽，但是我自己的权益并没有受到什么侵害，我就直接走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跟这种人纠缠，更不会说在现场我自己举了一个手机录他1个多小时，然后最后选了4分钟这样的一个视频出来，这是其一。其二呢，如果我认为杨同学他如果真的想自己出一口恶气，心里他确实觉得自己被冒犯了，对吧？那他留了道歉信，然后找到这个男生的辅导员，可以让这个男生给他公开道歉，就是说让这个事情局限在武汉大学内部公开的道歉，我觉得已经足够给这个男生这样一个惩罚了，因为他毕竟不是说做了多么严重的那种肢体接触的事情嘛，就没有必要说闹到微博上，然后让社会舆论来对这个男生进行铺天盖地的指责，然后 P 图花圈，然后就让这个男生被休学呀等等。而且最近2天他又发一些这种比较极端的言论，洋洋自得，这样才引起了这样的一个舆论的反噬。哎呀，我都没注意你刚才说了些啥，因为刚才你突然跟我说这件事儿，对我来说有点太突然了，我得消化一下，平复一下心理。其实我不太赞同你这个观点，就是说，你比如像陌生人捏了在大街上或者也好，或者在公共场合也好，突然捏了一下你胳膊也好，或者是怎么着也好，这样已经有肢体接触了，然后就不了了之。我觉得这个其实对这种行为的沉默就是一种鼓励啊。我觉得我不赞同这种说法。那我还得回去跟当年大4的我说，你就要去找他的辅导员，让他写道歉信，当场承认错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我还是非常坚定地认为，在任何场合对女性有违背意愿的行为，比如像捏你胳膊一下，或者是等等各种令女生不适的这种行为，我认为女生她是有权利来反对甚至控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当时女生肖某她认为她掌握了一段证据她去控告性骚扰，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而不能认为她是诬告。至于最后他能不能胜诉，那是由法院和相关的检察机关来进行判定哈。那因为在真正的这个性骚扰案件中啊，你不能要求这个受害者必须等到他自己把所有证据都收集完备了，然后才能够去控告对方，更不能因为最终这个法院判定说是不构成性骚扰，就认为原告是诬告。我们既要坚持那个疑罪从无的原则，也要维护原告的这个控告权利。否则啊，你看那些真正遭受性骚扰的受害者就更不敢站出来了。性骚扰案件它本来就很难取证嘛，如果一旦败诉就被认为是诬告的话，那只会加重这个受害者的心理负担，彻底浇灭他们用法律武器来反抗的意愿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支持将这个杨某的这个败诉就等同于他是诬告，这不对。只要受害者他认为自己受到了侵犯，其实他就可以作为原告提出诉求或者申请诉讼，并且提供他能提供的一部分的证据，这是一个法治社会应该有的氛围啊。而后续呢，因为又有公安、检察、法院等等系统进行取证和判定，还有专家来进行判定，这些证据链的环节也能够保护这个被告的权益。一个理想的法治社会就是应该是原告不用担心因为败诉被认为是诬告，被告呢也不担心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判有罪。但是呢，我当然也非常不认同杨某在明确在已经败诉的情况下，在专家经过认真研判也认定这个肖某没有不当行为的情况下，而且呢，这个肖某又明显没有深厚的家庭背景，这就是一个比较公平的第三方的评判。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仍旧在社交网络上去发布那些不当的言论，那就不是善良之举了。比如他说，你看肖某不能保送研究生了等等这种好像有点幸灾乐祸的这种行为。对，正是他的这种幸灾乐祸嘛，让大家才对他特别的愤怒。其实他如果不发这种幸灾乐祸的言论，这个事儿都上不了热搜，可能也就不了了之了。所以现在杨某他遭到网络的一些反噬，也算不上是冤枉。综上所述，从我的角度来看，肖某99%的概率，他就是一个抓痒的行为。但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在不知道肖某有湿疹的情况下，确实也会有可能被误解为自卫的这种不雅行为。所以在2023年就出现了这样一个事件。要我说，一开始这双方可以说是都没有问题的，但问题就在于这个事后杨某没有接受肖某的解释，尤其是在法院和专家一致认为肖某不存在性骚扰行为之后，他仍旧不接受肖某一方提供的各种证据解释和说法。而肖某呢，也因为个性的内向腼腆也好，不知所措也好，写下了引发网络风暴的2封道歉信，将他自己陷于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又引发了后面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客观说，很多人质疑这个武汉大学嘛，其实我认为他一开始武汉大学的做法也是比较谨慎的，是
对的，他并没有认定肖某就是性骚扰行为嘛。但是后来在杨某发布了帖子之后，引爆了舆论，在舆论压力之下，就非常遗憾啊，最后他们判定肖某记过处分，并给予了通报。最终呢，在网络风暴之下和处分之下，对肖某呢和他的家属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希望能够根据法院的判决，尽快纠正学校对肖某的处分，让肖某的人生重回正常。我觉得还有一个角度啊，非常有意思，就是如果换作是一个女的在那里做这样的动作，一个男的在桌子底下偷拍，男的说自己怀疑对方啊，就当着他的面自我安慰，所以呢要偷拍视频进行取证，那结果又会是怎样呢？大概率就是这个男生会被视为偷拍猥琐男。对的，而不是视频取证。怎么着被骂的都是男的，我也看到这个评论了。这意味着什么？就同一件事儿哈，只要把性别互换，男性其实往往就处于不利地位。这确实是说明了这个性别的独特性啊，男女有别在当今社会中仍旧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